酒后除了不能吃头孢，这3类药，喝酒后同样不能碰，你清楚吗？孙爷爷今年64岁了，平时身体还算硬朗，但偶尔血压有点高。这天，他和老朋友们聚在一起喝了几杯酒，回家后觉得头有点晕，心跳也快。想着自己有高血压，孙爷爷赶紧拿出降压药，想尽快把血压控制住。可没想到，吃完药没多久，他开始觉得浑身无力，眼前发黑，最后直接晕倒在地。被家人送到医院后，医生告诉他，酒精和降压药一碰，血压可能会突然降得太低，结果就晕过去了。孙爷爷这才知道，原来喝酒后吃降压药这么危险。医生还说，不光是头孢和酒不能混，有些药物和酒精碰在一起也会出大问题。你身边是不是也有人喝酒后吃药？这些药，你知道哪些和酒不能碰吗？1. 硝唑类药物。很多人都知道，吃了头孢不能喝酒，因为会出现那种很可怕的双硫仑样反应。说的简单一点，就是会让人脸色通红、头晕目眩，严重的还会出现心脏问题，甚至致命。但其实你知道吗？硝唑类药物跟酒精的组合也一样危险，绝对不是头孢的专属问题。硝唑类药物可能听起来有点陌生，但你可能在生活中已经接触过了。比如治疗一些消化道感染、妇科感染等，硝唑类药物也用得很广。这样的药物功效强大，可一旦遇上酒精，那可真是火星撞地球了。有些人可能觉得喝点小酒没事，不至于引发什么大问题。其实这种想法真要不得。硝唑类药物跟酒精一起作用，会产生有毒物质，进入身体后会迅速干扰正常的新陈代谢。人体本来可以分解酒精的乙醇脱氢酶和乙醛脱氢酶这两兄弟，被这类药物一搅和，工作就乱套了。结果就是乙醛大量堆积在体内。乙醛是什么？它可不是什么好东西。堆积过量会让人出现各种不适，比如头痛、恶心、呕吐，严重的甚至出现休克、抽搐、血压下降等情况。听到这些可能会觉得挺吓人的，但这还没完。硝唑类药物和头孢一样，并不只是单纯的饭后禁忌，它和酒精相遇产生的反应更复杂，更不可预测。所以有人调侃，药物和酒精的相遇就像是一场你永远输不起的赌局，而赌错的代价可能就是你的健康，甚至是生命。那么硝唑类药物有哪些呢？比如甲硝唑、奥硝唑，这些药物可能很多人都不陌生，平时可能为了治疗牙龈炎、肠道炎症等问题服用过。但如果你是个喜欢喝酒的人，那就得特别小心了。这不是吓唬人，是真的发生过很多次因为喝酒后吃硝唑类药物而出问题的案例。你可能会问，吃药和喝酒到底要隔多久才安全？通常来说，吃了硝唑类药物之后，至少要等3天，甚至1周都不要碰酒精。2. 降压药。很多人喝酒时都没意识到酒精对身体的影响有多大，尤其是那些本身有高血压的人。可实际上，酒精进入身体后会让血管扩张，血液流动速度加快，心跳加速，这时候身体的血压就会变得不稳定。有些人可能感觉头有点晕，心跳有点快，就想着赶紧吃一片降压药来控制血压。看起来这是个合理的做法，毕竟降压药是为了控制血压的嘛。但其实这是个非常危险的决定。这个时候再吃降压药，药效和酒精的作用叠加起来，很可能导致血压急剧下降。如果你血压掉得太快，严重的会出现晕厥甚至休克。更糟糕的是，很多人平时对酒精的反应不敏感，喝酒后可能不会觉得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，反而会觉得自己状态还不错。这种时候吃降压药就像是给身体加了一道隐形炸弹，你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爆发，而一旦血压掉得太低，救护车可能还没赶到，问题就已经非常严重了。另一个问题是，很多降压药在酒精的影响下，药效会被增强。这意味着原本你吃的剂量是安全的，但因为酒精的介入，这个剂量可能变得过量。这种猛药式的效果，轻则让你觉得心慌气短，重则会引发不可逆的健康问题。有些医生会建议，在服用降压药期间，尽量避免饮酒。现实中，喝酒引发的低血压、心脏问题并不少见，尤其是对于那些长期服用降压药的患者。对于高血压患者来说，
喝酒不仅仅是让血压短时间内升高这么简单，它还可能影响到你的药物治疗效果，让你的血压控制变得更难。而一旦降压药的作用被酒精干扰，身体可能会出现过度反应，这才是真正危险的地方。记住，降压药不是万能的救命稻草，尤其是在喝酒的情况下，它可能会成为压垮你健康的最后一根稻草。和头孢类药物一样，喝酒期间服用降压药的风险绝对不能忽视。3. 安眠药。很多人可能都有过这样的经历，睡不着的时候吃一片安眠药，希望自己能够尽快入睡。有些人还会觉得喝点小酒有助于睡眠，于是酒加安眠药一起上。其实，安眠药和酒精的组合，它们的作用不仅会叠加，还会让你的身体承受难以想象的风险。结果就是，你的身体变得过于镇静，严重的情况可能直接让你陷入昏迷。更可怕的是，安眠药和酒精组合后，还可能导致呼吸变慢甚至停滞。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会在醉酒和服用安眠药之后，出现呼吸困难、呼吸衰竭的情况。酒精还会干扰安眠药的代谢速度，正常情况下，人体对药物的代谢是有节奏的。可一旦酒精掺和进来，代谢速度就被打乱了。如果你服用的是苯巴比妥、水合氯醛或者利绵宁等强效安眠药，风险就更高了。这样的组合就像是往火上浇油，让原本平静的身体突然陷入极度危险的境地。很多人觉得自己能喝点酒、吃点安眠药没什么问题，甚至有些人习惯了这样的助眠方式。但问题是，身体不会每次都帮你顶住。有时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或者你身体状况的改变，某一天你可能就突然顶不住了。到那个时候，呼吸困难、意识模糊，甚至死亡都可能成为你要面对的后果。有些人晚上熬夜加班或者生活压力大，长期依赖安眠药来入睡，喝酒放松成为习惯。尤其是聚会结束后，很多人回到家困得不行，却又睡不着，就想着补一片安眠药。殊不知，这样的习惯一旦养成，身体就像在进行一场赌博，而且是输不起的赌博。这种致命组合之所以危险，就是因为它来得悄无声息。在你感到困倦、昏昏欲睡的时候，其实你的身体已经开始承受巨大的压力，而你自己却全然不觉。到真正出事时，往往已经为时已晚。不要忽视其他药物的潜在风险。当谈到喝酒和吃药，很多人都只知道不能碰头孢、降压药、安眠药。可事实是，药物和酒精的组合有很多潜在的风险，远远不止这些。如果你以为喝酒时只要避开这几类药物就没问题，那真的是大错特错了。举个简单的例子，止痛药，头疼、牙疼的时候，大家可能随手拿一片止痛药来缓解疼痛。可如果你喝了酒再吃止痛药，这其实是非常危险的。平时吃止痛药没事，但如果刚好喝了几杯酒，事情就变得复杂了。肚子突然开始疼，或者感觉恶心、呕吐，这时候可能已经是你的胃在报警了。再说抗抑郁药，很多人可能觉得抗抑郁药和酒精之间不会有什么关联，但其实酒精本身就是一种抑制剂，它和抗抑郁药同时作用，会让大脑的功能受到严重干扰。酒精会放大药物的副作用，让你感觉更加困倦、头晕，甚至情绪波动更加剧烈。比如，有些人喝酒后服用抗抑郁药，结果情绪反而变得更加低落，甚至产生自杀倾向。抗生素除了头孢类之外，很多人也没有意识到，其他类型的抗生素和酒精一起用也有风险。如果你不小心在吃抗生素的同时喝了酒，脸红、心跳加速只是轻微的反应，严重的可能出现呼吸困难和血压骤降。抗生素和酒精的组合绝对不是开玩笑的。还有一些药物，比如控制血糖的药物和抗凝药物，它们与酒精的混合效果更是让人防不胜防。酒精可以影响血糖水平，可能让你的血糖骤然升高或者降低。对糖尿病患者来说，血糖波动过大可能会引发昏迷。而抗凝药物呢，酒精会影响血液凝固的速度，让原本用于防止血栓的药物变得不再有效。结语：很多人习惯在聚会、社交场合喝酒，而往往忽略自己是否正在服用某些药物。无论是因为心情放松想喝酒，还是习惯性的吃药，都不应该忽视两者相遇时可能带来的危险。
正如我们分析的那样，酒精会放大药物的副作用，甚至改变药物在体内的代谢路径，使得本来无害的药物变成致命的隐患。健康需要每个人去珍惜和守护。在服药期间避免饮酒，可能是最简单但也最有效的保护措施。不要等到问题发生后才后悔莫及。谨慎处理酒精与药物的关系是避免潜在风险、确保健康的重要一步。希望大家能提高警惕，对自己的健康负责任，不要用生命去冒险。